是，大家最喜爱的蓝警官，是我的魏无羡开心地说。蓝忘机发动汽车，出发前忍不住偏过头吻了一下魏无羡。大家最喜爱的魏记者，也是我的。最近，报社接到群众匿名举报，说家附近经常有疑似黑社会出没。总编怀疑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暴力团伙，暗中调查了一下，确实有这样几个鬼鬼祟祟的年轻人。据说他们以一家偏僻的地下酒吧作为聚集点。社会版又有料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魏无羡被派去酒吧暗中调查。如果能实锤这个暴力团伙，不仅能巩固报社业界龙头老大的位置，还能为民除害。要去酒吧暗中调查，那必定是要深夜出门，魏无羡只好以加班为借口。蓝忘机虽然对此颇有微词，但他自己最近也是狂加班，因此两人都心照不宣，大晚上的都各干各的。魏无羡发挥社交牛逼症，装成一个工作压力大、无处发泄的社畜，没过几天就跟酒保混熟了。魏无羡不着痕迹地打听这伙人的情况，酒保也是个爱八卦的，将看到的听到的都跟魏无羡说了个遍。那几个年轻人喜欢聚集在酒吧的角落里，坐在吧台的魏无羡正好可以听酒保八卦。魏无羡转头假装不经意地扫了一眼酒吧，有5个人似乎正在低声密谋着什么，神色警惕。不会是抢劫犯吧？酒吧有些害怕地说，这酒吧可没什么东西给他们抢的。抢劫犯会这么高调，搞得人不知道他们要抢劫似的。魏无羡喝了一口酒，问道，他们不是最近经常在这附近活动吗？都干了些什么？也没啥，就是无所事事的逛来逛去。酒吧压低声音说道，生怕就被那伙人听见了。是吗？魏无羡挠挠鼻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个社畜而已。魏无羡苦着脸，两手一摊，要么还是给附近派出所说一声吧。第二天上班，魏无羡建议道，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啊，总编有些为难。我也说不清，他们确实鬼鬼祟祟的，但在酒吧里也没搞什么交易，始终都是他们那几个人。魏无羡说道，要么今晚我再看看情况。好吧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总编回答，今晚还没动静，我们就先报告派出所吧，这样盯下去怕暴露了。当天晚上，魏无羡又去了酒吧。一踏进门，他就觉得气氛不对劲，那伙人只有3个人坐在角落，也没说话。魏无羡假装没事人一样，向酒保要了一杯酒。今晚怪怪的，酒保压低声音说道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注意着角落的动静，缓缓喝了一口酒。不一会儿，2个壮汉带着一个年轻瘦弱的男人推门而入。你可终于出现了，带头的人说道，钱带来了没有？年轻男人哭丧着脸说，饶了我吧，我没那么多钱，你们这是敲诈。少废话，给了你时间，拿不出钱就剁手吧。年轻男人似乎要吓哭了，一边求饶一边被那伙人拖进角落里。一个壮汉亮出刀子，年轻男人发出惨叫，酒保吓得钻进桌子下面躲起来。喂，要不要这么暴力？魏无羡看不下去了，你少管闲事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们是黑社会的。年轻男人求救道，我不小心擦到他们车，他们就要我高价赔偿。你在胡说。另一个壮汉压着男人的手，举起刀就要砍下去。魏无羡随手拿起吧台上的烟灰缸扔过去，正中男子手腕，刀子掉在了地上。壮汉扭过头，怒道，你要管闲事。魏无羡靠在吧台，无奈道，我最讨厌血腥画面了。壮汉过来就要揍人，魏无羡看准时机，扭住壮汉的手腕，反手就将人摔进吧台。酒保发出一声惨叫。另一个壮汉看到同伙被打，气势汹汹走过来，魏无羡一拳打在对方脸上，用膝盖将人顶出去，掀翻了好几张桌子。第3个人见状，从裤子里抽出一根棍子也冲了过来。手边没有可以防身的武器，魏无羡只好抬起酒吧的凳子防御。还没等到棍子打过来，就听到壮汉发出一声惨叫。魏无羡一看，不知何时几个警察冲了进来，为首的正是蓝忘机。他将人撂倒在地上，狠狠踩住。老公，他打我。魏无羡扔掉椅子，跑到蓝忘机身后躲起来，好可怕呀。蓝忘机脚上的力道加大，壮汉嚎了2声，
警察们也把现场其他人控制住。最终，黑社会团伙和年轻男人一起被带去警局，魏无羡和九保作为证人也被一起叫去录口供。走完程序都半夜了，魏无羡坐在警局走廊休息，一个年轻警察给他倒了一杯水。魏婴，可以回家了。蓝忘机从办公室出来。你之前就知道我在酒吧盯这伙人吧？魏无羡跟蓝忘机并排走在警局楼梯上。知道。蓝忘机答道。这伙人他们早就注意到了，当然也发现魏无羡天天都在进酒吧。警局的同事早就向蓝忘机报告过。所以你有在暗中保护我吗？魏无羡偷看蓝忘机的表情。蓝忘机点点头，以后不许这样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魏无羡心里甜蜜蜜的，有二哥哥保护真好。